刚才我跟你说，我们今天来到广兆宫，我们刚刚有提到绕境、传承这两个重要的意涵。他们过去是由地方士绅来做一个绕境的轮值，这一次呢，因为时代更迭，然后由不同的宫庙来做一个轮值动作。那广兆宫呢是去年的轮值单位，今年他们会转发另外一个宫庙来做一个轮值，所以我们话不多说，赶快透过镜头带大家一起去看看吧。好，那我们就跟着广兆宫的脚步一起去绕境吧，走。董事长，我们刚在开始之前就到我们宫里前面稍微看一下，发现很多人在做一些准备，是不是跟我们聊一下说，我们在这个绕境之前做了哪些准备啊？绕境之前阵头啦，是。所准备的话，要绕境的话，就是每一个现在我们8大宫庙，每一个宫庙都会支援阵头，各出一些阵头。所以那个董事长，我刚刚有听到你就是说，8间宫庙，所以说我们这个绕境是都每一年由8间宫庙下去做轮替的。以前没有，以前是那个各里好多里在轮替。是。到前年年底才这个发生变化。那时候大家就齐心齐力，然后去讨论这样跟区公所一起那个来举办这样。合力把这个弄搞定。是，听说这个绕境的历史好像历史蛮悠久的，董事长跟我们聊一下。绕境，我小的时候就有这个绕境的这个活动。这个让我小时候就民国那个40多年，民国40几年。以前好像这边都是种田的嘛，然后透过绕境好像有一些蝗虫的关系，所以有人建议说，是不是去请我们保仪大夫来保佑地方上的平安？这个绕境的精神是透过这样的方式，透过这个绕境的每年轮值，让大家可以把这个传承，给它传承下去。对。然后也是保佑我们村庄境内的平安。对，就是保佑农作嘛。也就是保平安，对。那时候我们的那个经济作物是那个莫逆瓜。是了解。我们这个绕境活动当然就是希望传承文化，这个变成我们嘉纳的这个特有文化，是跟那个其他台北市其他地区的这个有不同的地方，是我们有文化基础那这个非常有意义，区公所也很鼓励，所以做一个文化节来配合，就差不多用同样的时间配合的文化节，是我们当然欢迎了我们这个刘伟啦一起来参与好把这个能够展示给我们大家来看，这样子。好的，机会难得，我们赶快跟着董事长的脚步一起出发吧。可以，谢谢，谢谢。你看，刚刚放完鞭炮，我们要跟着广兆宫的队伍要绕境准备出发了，有没有觉得很期待？有，而且今天天气好好哦。对，今天天气超好，整个大太阳，而且昨天有稍微下一点点的雨。在绕境之前下这个雨可以让整个洗尘，让神明洗进这个道路这样子。对，非常期待。那个我们大神尊都已经准备要出发了。很好。那我们等一下就跟着我们的神尊一起出发，还有跟着我们的广兆宫一起出发。走。哇，你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就是大庙绕境？这应该算是第2次第一次是在澎湖。澎湖是哪一间宫庙的？那是那时候当兵的时候去。所以其实有点不一样的。不太一样。怎么说？就是在人潮的部分的话，在澎湖的话，好像是都是整个村跟别的另外一个村一起，所以人超多的。那今天这个是比较，就是我们从自己的宫庙出发，然后再去跟别人集合这样。对。所以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个地方不同的特色。对，而且文化的意义也不一样。对，文化的内容。然后看他们
现在第一站来到了那个太子宫，然后有很多的议员跟主委们，他们都一起来到这边，我们要一起从这里开始出发，然后有很多的队伍也开始陆续从这里第一站就开始出发，包括很多的里长啊、议员啊，所有公庙的主委们，他们全部都从这里一起列队欢迎，然后从这里开始出发，进行今天的这个大绕境的仪式。像这种绕境啊，他们因为是好像是村庄跟村庄之间所延续出来的这种绕境的一种仪式跟它的传承，所以就会很多不会像我们平常看到的绕境会是走很大条的路，然后会比较偏向是那种乡间，以前可能都是农田嘛，这种乡间小路之间的绕境，让地方人会感受到这种神明庇佑他们这个平安的感觉。你看沿路上就很多人他会对着我们神教拜拜。对，而且我觉得这样子就是村庄跟村庄之间的联谊性，以及说我们人文的一个温暖的在加深的感觉，提升的感觉。没错。大姐你好，我想要问一下，你是第一次走这个绕境吗？没有，我每年都有。哦，每年都有。我都有在那边服务。哦，怎么会想要跟着神明一起来绕境？他很有灵感啊，保佑大家。哦，保佑大家。你走几年了？我大概10几年有啦。哦，安尼嘛足久啊。我今嘛有咧画掉，因为我这年纪较济哦，所以我跟他对行了，我无看。年纪比较大，然后就用走的这样子就好了，跟着他们走，这样就很好啊，身体力行这样。你有刚刚有什么感应吗？有啦，这要保佑我，身体都身体都很健康这样。对，很高兴。所以有这个绕境，你会继续跟着一起走，然后把这个文化给它传承下去。可能是说走到我不能走，走不了。哎，很有心。我都初1、15都有到广兆宫那边拜拜啊。好，那我们等一下就一起走吧。好，我们今天就一起走。谢谢。好，我们要找快一点的，不然跟不上。那你以前参加过几次？我第一次参加。我第一次参加，然后就推这个车。对，有什么感觉吗？像我今天也是第一次。为神明服务嘛。当然是一件开心。那你是怎么样的因缘或是机会有这个接触？是左右邻居找的。哦。所以大哥也是住在广兆宫附近。没有，没有，不是。我在板桥。哦，在板桥。对。从小就接触神明绕境这些东西。今天来了。北部的话就是哪里？进入那边吧。那边有青山王那个。对，那边然后有一个以前小时候做过那个。是。因为那个做就这样的蜈蚣阵啊什么那种的。那你未来会想要再带小朋友或是比较年轻的人一起来参与这种文化？所以像我身上的朋友对学校文化我也会跟他们。哦，谢谢你，谢谢。那我们就把这个花车还给你哦。来，谢谢大哥，谢谢，辛苦了。我们继续来去前面一起走吧。好。很有趣哎。要不要讲一下到目前为止的心得？因为我们刚刚从后面这样跑过来，跟着他们的队伍一起走，感觉真的好像是我们在传承这个文化，跟他们一起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的感觉。
我真的深深感受到他们的文化的威力。对，而且你看每一个人对这件事情他们的热衷程度跟这个文化传承那个精神象征的感觉，令人很敬佩。对啊，真的，而且我现在讲完，我自己都有点鸡皮疙瘩。大致上都是一些大哥的，对，大哥跟大姐一起来参与。然后像我们那种正头的部分，就是都是年轻人。是。今天算是一起来传承这个加纳大绕境的文化。丽人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说您是不是有参与过这个加纳大绕境？你会觉得说这个文化的传承有没有很重要性的意义？当然是非常重要。像我是正正道地的加纳的孩子哈。那加纳其实过去有加纳三宝，还有在地的一些民俗文化，我觉得这个都是要传承下去，让我们每一代的子孙都能够知道自己所居住这个环境，它的所有的文化跟历史。那非常感谢，过去是由我们加纳地区的一些里长，他们来轮流举办。但是坦白讲因为这里办公室的经费也很有限，那我们也觉得这是属于一种民俗文化跟宗教文化是可以结合的，因为保一代夫。所以后来呢，在去年就改成由我们地方的几个大公庙，大家来共襄盛举哈。包括今天就是我们的巨福宫，然后去年就是广兆宫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让这个在地的宫庙能够跟我们的里办公室跟我们的民间的各个团体去做结合那就能够更加的一个发扬光大，而且应该借由这个活动来带动地方的观光发展。对，所以那我们要谢谢联维有限这些年来有这些地方上的活动都帮忙做报道所以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万华的各个活动，所以要谢谢联维有限电视，谢谢。那我们其实有看到委员也在现场，我们要跟委员先问一下。好啊。委员，我们方便跟我们聊一下，说我们过去跟加纳这个大绕境的文化这个传承，你觉得对这个京城来说，你的感受是什么样？加纳是万华的南区，叫做南万华嘎拉岸里，然后所以以前最早这边是有12庄，然后组成的6庄，是一个自给自治的聚落，可以这样说，所以在地人认同感很强。你不要跟嘎拉人说你们是帮嘎拉不行，是嘎拉人。对，所以这边很感动的是，像现在这个传承下来，现在变成是我们在地的有10几间公庙，大家每年来轮流当炉主，每年来轮流主办绕境，然后会走进我们的庄内，每一个巷弄内，其实在过去传统的生活圈都是一个村庄的聚落，所以是一个对南万来讲，我们每年最大的盛会，然后也结合了传统跟现代的，像我们的里长区公所通通都出来了，所以每年这个时间，对我一定会一起。那委员跟我们聊一下，说您在当选之后，其实也在之前就已经很推动我们在地的文化，在当选之后，您会在这个部分有哪一些推展吗？去年我们跟青山宫一起到日本做文化交流，就把我们台湾的八将团、十字团一起带过去。那今年也正在洽谈当中。我觉得台湾的民俗文化、宗教的这个信仰其实是非常有特色，然后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国际交流，让大家可以看见台湾的美，台湾的让世界看见台湾。哇，谢谢委员，谢谢委员。立委跟我们也聊一下，说我们其实参与过这个那么多届这个加纳大绕境，您的感受对这个传承的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我们代表嘎拉这边对于这个中西信仰的一个向心力而且非常的强而且这样子8大公庙不断的联合，每年这样子来举办的话，也是地方上最大的盛事所以来参加是非常开心也快乐的事情。谢谢你，谢谢，感谢谢谢。
们在过去传承这个嘉纳大绕境的里长，他有什么样的想法？好，咱这加拉村名老咧，是在日本时代，日本时代就开始，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本来啊，拢是里长伫咧轮流，所以讲在2年前，我是咱这个加拉庄哦，和得力哦末代的炉主总部来传承的。啊，所以讲咱公教宫，伊嘛有去找着咱加拉庄有8公庙，今年就是哦公庙第2年，头前年就公教宫，今年就是政府宫，啊明年就在资源宫，安尼。因为有这宫的传承哦，它会继续，这个加拉庄也老了，绝对袂使无的，爱继续。所以讲，因8间公庙这个负担着这个重大呢。继续把咱这个文化给传承。他们讲就好。看啊，刚刚我们在绕境过程当中，在最前头我们访问了里长，就是在传承一开头尾端的里长末代的传承里长，到现在由公庙来做传承，这个延续绕境的精神。现在这样看来，其实从民间到官方都很支持这样在地的传统文化的活动，透过这种绕境的活动，把大家的那种向心力集结起来。但其实我觉得这真的非常需要体力活，对，需要一直走。而且听说他们就是要走到下午晚上的傍晚的时候才有结束。你看你的脸都已经变红了，很热，真的是很热。不过热是没有关系，因为大家都在借由这个精神的传承，把这个文化给传承下去。对。然后其实我们刚刚看到，我们有访问到立委、对议员、对，一直到里长，到地方上的守护神土地公，这种好像是一脉一脉这样相传下来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是对宗教文化或是整个在地精神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性。对啊，没有错。而且我觉得真的就是要有人想尽办法去把它传承下去，那这样这个文化才不会有一个断层。对，因为你要有断层再接回来，其实就很辛苦。没错。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绕境的过程，队伍已经慢慢的走到我们这个要往接下来要衔接的巨福宫的这个宫庙这边来了。所以我们等一下借着机会，赶快去找我们的主委来聊一聊。没有问题，那等一下就让我们一起出发，我们继续走，对，继续走下去。感谢嘉纳庄来办这个绕境已经大概有100年的历史那所以说，今年从上一年开始改我们公庙来主办的时候这个会比较盛大一点，但是就是说盛大不失隆重。没错。那所以说这个是这个吉安绕境我也让这个我们的市民能够大家同享这样子。好，谢谢。好，谢谢您，诸位，谢谢。很高兴参加这一次我们嘉纳文化节由我们那个巨福宫办理了这一次嘉纳的一个绕境活动。像以前这边都是种茉莉花、种豆芽菜，这样的精神传承，其实跟我们这一次这样的绕境的过程当中，其实有相关连结，对不对？对，没有错。我们也是配合我们嘉纳地区有没有的一个活动，因为他在3月12都会请我们的保仪大夫来这边绕境祈福。那我欢迎各位市民朋友一起来参加，好，谢谢。感谢局长对我们的支持，我们的在地文化的传承就靠你了。谢谢局长，谢谢局长，谢谢。上我们今天来到下一届要轮值的公庙的前面，我们来访问一下主委说，这个大的这个绕境过程当中，我们有需要准备哪一些事前的一些规划？事前的规划就是说，我们要先去请那一些那个神尊回来，然后要安坐之后拜提公，要拜提公，拜提公完之后就接续后面要准备绕境的一些前置作业。对，这是以前老一辈每一年都是有这个习俗传承下来的，
所以每一年的3月12号，都要有这个活动。对，所以我们今天这样体验下来，其实我们觉得看到很多一起来参与的这些人啊，哥哥姐姐们，他们都不畏辛劳，然后在大太阳下面跟着大家这样一起绕境，这个传承精神，我觉得还蛮敬佩的耶。这个都是他们自愿的，大家都很虔诚，感受到大家都是非常虔诚的一面。嘎拉真的那个一个每一年的那个活动，是，所以大家都很热心，8月出来帮忙，对，让它变成说好像是我们万华在地一个很精神象征的文化活动之外，也是可以算是一个领头羊，或是这种在地精神传承的一个大的文化宗教庆典。对，谢谢诸位，谢谢诸位，谢谢，感谢诸位，谢谢。那我们就继续跟着我们的绕境队伍继续往前去体验喽，拜拜，谢谢。上我跟你说，我们刚刚体验一整轮这样子下来啊，这个绕境活动其实对万华地区跟南加纳地区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庆典。而且我们刚体验，我刚有推那个推车，对，然后还有问到很多的民众信众他们对这个宗教文化传承的一些意涵，其实好像是已经对大家来说是植入内心的一些宗教文化的传承。今天不管是年纪多长，但是只要他们的身体可以，他们都会愿意出来走，愿意出来一起共襄盛举。对，就像我们刚刚那个大姐，她有讲说，我已经走了很多年，虽然我不住在这边，但是我跟着他们走，是一方面我以前有在这里当志工，然后跟他们走是一种感受这种传统文化对他在内心里面的一些，好像是可以坚持继续走下去的这种文化的精神。而且因为他觉得就是神明有保佑到他，所以他今年已经77岁了，但是他还是很坚持，就是我身体力行，我可以我就赶快出来走。所以这种感动真的有 touch 到我的心。这是第2次我参加这样走的绕境，真的这个绕境的队伍真的非常非常的长，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交通维护上，其实大家也真的做得很好。不会说造成什么交通堵塞之类的，那警察也都是有出来一起维持。透过这样的一个人传递给一个人，一个礼传给一个礼，或者甚至一个公庙传给一个公庙，这种文化传承的精神，就是我们节目要带给大家的感受。对，这样子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又可以更了解，就是为什么以前老一辈的传统要这样子的去维持，为什么老一辈要这样子做，让我们年轻人可以再去吸收这一些旧的知识，那再来突破创新，然后把我们的文化一起延续下去。没错。南万华地名加腊，源自于平埔族凯达格兰语 “gala”， 意指沼泽地。这里曾经是台北市的农产种地，茉莉花、麻竹笋和豆芽菜尤其有名。约90年前，当地农作物遭到虫害，农民迎请木栅汪公和飞天大圣绕境。每年农历3月12日，全加腊庄举行盛大绕境祈福，庙堂阵头、花车巡游，成为年度最具宗教文化特色的活动。下一站我们要去哪里呢？没错，我们下一站要回去广照宫，来去挖掘飞天大圣他的神威到底在哪里？我们一起飞了！上，我们跟着飞天大圣的神足通，我们来到了广照宫。接着我们要来邀请他们的主人公，欢迎我们的董事长。我们刚刚其实在整场这个绕境的体验当中，体验到很多我们在地南加纳的一个万华这个大绕境，听说有90多年的历史。其实它这个绕境过程当中，也是把我们万华整个在地的一些文化跟特色融合在里头。一方面也是把这个我们宗教的文化精神把它传承下去，对不对？董事长跟我们聊一下，说这样的一个绕境对你们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文化的体验？我们这边是一个农业地区嘛，是对农业地区这个主要是那个有一个经济作物叫做茉莉花。茉莉花，茉莉花做什么？就庆典用的那个茉莉花让那个茶叶更香，茶叶茉莉花香茶，然后做外销做外销做很大。那我们这边就变经济作物了，这其实也是以前这个农业社会遇到了这些蝗灾，然后也邀请到我们神明来帮我们在地坐镇，然后绕境，透过这样的平安的仪式，让大家整个农业的社会里面可以很平安，在务农的当中有很好的收成。对，就是这样子，保一代夫呢。不管待在什么地方，
他很多地方都请那个保育大夫去绕境，来这个做这个农业方面的哈，对，耕作啦哈，病虫害的这个整治啊，就是每一个神明其实他都有他专科，像医生一样，对啊，每个医生有不同的科别，像妇产科啦，像什么我们的家医科等等，都有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依据。其实我们庙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特色，跟别的宫庙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一起去参考一下吧。董事长，好，谢谢。飞天大圣到底是何方神圣？对，这个在大家藏在心里面哦，不能讲啊，就讲不出来。藏在心里面？对，因为一讲说你这个到底是什么，你都不晓得。怪力乱神这样。对啊，你都不晓得，你在拜什么拜？我就是有去采取行动，去查资料，去做佐证，对，然后去把他的故事都找出来。正好这个因缘际会了到大陆去找出来，去寻根出来，找出来，而且是找到那个对的人，他们的文化局长是这个才是这个重点。所以其实也是透过这样子破除了民间对你的一些你说你是迷信这种，其实把整个根源都找出来。就像我们人要有根嘛，寻根把它寻完出来之后，就发现说，所以你要拜，还是要拜的有道理。对，没错。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后面的那个飞天大圣，我们的主神。他的穿着是蛮特别，我们看他的衣服是蓝色，然后好像戴了一个又像是官帽，还是又有点不太像官帽。不是这个官帽了，他之前是当主簿嘛，在那个衙门里面当主簿啊，但是后来他辞掉，要跟着那个保庆大帝去行医，跟他的脚步去行医救世这样。所以他的衣服穿扮的蓝色的衣服，我们一般来讲会觉得像是官帽，好像又不是。其实畅畅你听说你有做功课对不对？我有做功课。对，也许你可以。因为主簿他本身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的官职，他是文官，那也是我们以前历史来说是员外的一个部分。那主簿他本身就是主管各县全县市的一些文书处理等等。那所以像是现代的秘书职这样子。他比秘书再更高，再更高，主任秘书。对，他是主任秘书。然后是因为后来在任官的期间受到保圣大帝的感化，那就像我们董事长所说的，他之后就辞掉了他的官职，然后就跟着我们的保圣大帝一起行医济世采药，然后之后才有那个我们刚刚的那个民间对他的一些崇拜，然后才有这样的一个文化流传下来。对，没有错。然后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右边红色这一座，看起来好像有点像是小轿还是什么？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样的灯斗？引道。这个灯斗的用意是在做什么？斗的话呢，是装一些那个法器之类的。那个神器法器，什么装一些秤子啦、尺啦、还有这个镜子啊。里面装米都有，它就是一个平常我们看到很多宫庙会在做平安离斗法会，这个法会上面的一个像是象征性的一个物件嘛。对，畅畅是不是也了解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大斗灯就是来保佑我们这个宫里面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能够顺遂平安。有这样的含义，有镇店之宝，镇店一个平安，保平安的就是这样子的。他们的那个门神啊，其实都是有用那个亚克力盒造的，就是不会让它褪色，让它这个对，寺庙里面有烟这个很多嘛，点香啊哈，香久了以后就会那个颜色会暗沉下来。而且这一些神像的彩绘真的很漂亮，做工很细致，对，没错。好的，这亚克力是主要是保护的。对。我们飞天大圣啊，一定是黑脸的。为什么是黑脸？因为它是尝百草啊。所以是有中毒，所以才变黑脸嘛。草有医疗效果，就是有毒的意思。了解。尝百草尝多了，脸色这个变黑了。所以这个飞天大圣一定是黑脸。是这样子，特别。我刚刚有看到一个小细节，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后头正上方有一个玉子飞天大圣？玉子这个东西是不是比较有别于其他神尊或是其他宫庙？
因为据我所知啊，我们的玉旨啊，如果是要挂上玉旨，通常都是玉皇大帝所颁令的。最高层级。对，那我也有做一些功课，就是有一些宫庙，它有的是什么道旨啊，还有义旨的佛旨，御赐，对，不一样。每个宫庙都不太一样，那也是有不同的众神颁令给他们的这样。那玉旨就是我们比较高的那个指令这样子，是，对。有这个含义啦。对，这个是不是说随便就是要磕什么就磕什么这样子，都是需要有一个传统跟正统的认证。是。品伦，你有发现就是我们的飞天大圣旁边有一位中坛元帅，那他有戴帽子。其实以前我们的帽子上面都会有羽毛嘛。对。那像现在为什么中坛元帅的那个帽子，它是会是这个形态，就是有一点。像我们以前放的那个羽毛，那现在因为以前的羽毛是放地质的羽毛，那现在地质是保育类的，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用那个形式上，来代表说它也是装饰着地质的羽毛的意思是一样的。而且啊，前方不是我刚刚有说过，有一排是我们太子的神针嘛？对，他的武器好像都是拿一样的，就是跟我们介绍一下。听说你对武器跟这些细节是蛮了解的。据我所了解的，中坛元帅的部分就是拿着火尖枪跟乾坤圈，是像他还有大哥跟二哥，大哥的话都是拿着双剑的，对，大哥是金吒。二哥的话他是木吒太子。那木吒其实有2个不同的武器啦，就是有的会放双锤，那有的会放有点像方天画戟的那种样式，对，是这个样。所以其实每个神尊他们的所拿的武器都是不同，然后其实那个武器不同之外，也是有不同功能，对不对？就是我们现代来讲，可能有人去用枪，有人用刀这种概念的方式打战的时候，对，没有错。飞天大圣又称为张圣者，是宋朝泉州同安县的官员，受保生大帝影响，辞官行医。宋仁宗年间，两人在漳泉2州救助百姓，赈粮施药，平息瘟疫。张圣者因日行千里，被传练成神足通，行走如飞，故称为飞天大圣。他的圣诞日是农历9月初1。董事长跟畅畅，我们最近财运有点不是很顺利，有没有什么神尊可以让我们祈求，然后可以保佑我们在正财或者偏财上面有一些比较好的推展？OK， 有，我们这里真的吗？有五路财神，五路财神是。祭拜他是不是有要准备特别的一些贡品，或是其实只要诚心就可以了？对，诚心，心诚则灵。真的这个心诚则灵。有些贡品的话，那更好了。随个人的那个喜好、喜好，拜自己想要供奉的。对。而且其实祭拜神明，其实也是你在祭拜过程当中，心里也要正向，不要说只是拜他，然后说我只要求我的财，但自己又不努力这样。其实自己也要努力啦，在工作上面。要神也要人。对啊，要2个要结合起来。自己心有所求，然后也要有所行动。是，对啊。那像董事长，我们看到主事的这一位五路财神，他就是我们的赵公明元帅嘛，对不对？对。我们拜五路财神的话，赵公明元帅他就是我们的五路财神中路财神之一。中路财神，我们去财神殿拜拜，最主要都是主事赵公明元帅。那当然也是有五路财神5位一起供奉的那个庙宇都有。他所持的法器就是9节金鞭，要认识他，其实就是他拿着9节金鞭是最好认的。我们求完自己的健康，对，那也让我们的财运也顺了，加分了。对，那接下来是不是工作啊，其他部分是不是也要补足一下？对，这边有没有其他的神尊可以帮我们补足？说可能我智慧上没有那么开，我在写字可能没有那么厉害，没有文思泉涌的能力，是不是有这样的神尊可以让我们祭拜？我们这个另外那个这边文昌帝君，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文方面的哈，来拜的话可以加持。董事长帮我们介绍一下文昌帝君，他主要在奉祀，对我们民众在祭拜他的时候，可以提供他什么样的一些功能嘛？这个读书方面的哈，文章写文章啦，这个还有这个反正文的方面呢，文昌帝君替我们加持。是，而且我看到后面有一个
准考证箱，那前面还有一支，那个是大毛笔嘛？对，这个用意是在哪里？跟我们镜头观众跟我们介绍一下。对吧？文字方面呢，就是文笔嘛，对，这个笔是最重要的。这个笔呢，就是代表这个文昌帝君啊，我们的这个象征这样，象征性。文昌笔这样子是。因为现在这个考试季节了哈，是。那很多这个小朋友学生了哈，还有那个家长带过来，我们在这边祈求了哦，这个文昌帝君的来给他保佑，这样子。是。那他们把准考证的放到里面去，这个箱子里头。每个人在祭拜任何一个神尊或者神祇的时候，就是那个心诚则灵之外，自己也要用心努力。所以你要准备考试，你自己也是要看书啊。对啊，一样。不可能拜拜完然后书不看，对，我在睡觉的。对啊，然后呢，这个出了问题了再来怪神。对啊，这样不对啦，这样就是不对了。对，董事长，我们刚刚绕行完整，我们宫庙里头有不同的一些神尊，是不是？刚刚董事长有说，我们除了健康、有事业、有平常的文昌的保佑之外，我们庙方是不是还有供奉其他的神明，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步步高升，越来越往上飞？还有我们上面那个3楼还有这个玉皇大帝，还有这个天上圣母。哇！那我好期待董事长带我们去看哦。那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前往3楼吧。好，那有请董事长。请。董事长，我有闻到一股很特别的香味，是这边有特别奉祀了什么东西，还是有特别的东西在这边？哦，是这个，当初我们上面那个屋顶上，我们都是用那个黄槐香木，有那种淡淡的木头的香味，很持久。这个黄槐木它运用在我们的建筑上的时候，它都会散发一股淡淡的清香的味道。那不管时间的长久，它一直都会有持续这个味道。只要我们没有去上漆包覆着它，它都一直会有这种淡淡的清香的味道。所以它其实在这边也是一方面把这个香味慢慢透出来，然后也感觉让我们来这个环境里面有一种神圣的味道，对，而且这个味道你会越闻越沉静，对，也是有这个功效。对，因为通常来庙宇祈求平安或者是来拜拜的人，可能都有一点心情不太起伏，不太要稍微缓一下自己的身心跟情绪，对，然后来这边祭祀神灵，可以保佑自己平安之外，自己的心灵也可以获得一些疏解跟安定，这样。对，是。在三官大帝的前方，这边是妈祖，对。我们庙方的妈祖有什么特性？它有一些比较细节的地方，比如说它的手部拿的那个扇子很细致而且看起来好像它不是一般的木刻的那种，就是一般一尊的这种神尊，它是好像软身的，对不对？我们有一尊这个软身的这个妈祖，这是大陆那边来的，是这个而且它的穿着，它的穿着也是特别比较不一样，对，比较细致，然后比较漂亮，比较柔这样的感觉。这个有特殊的这个穿着啦。而且我发现啊，畅畅你刚刚有没有看到，除了这个衣服穿着跟她的装扮之外，她除了要装扮，是不是要化妆？女生不是都很喜欢化妆，对？我刚刚有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董事长，我想要跟你做一个小小请求，就是有看到一个盒子，是不是能够打开，让我们看一下，让观众朋友知道说，这个盒子里面到底是对天上圣母来说一个什么样的意涵？它里面装了什么样的东西？差不多是相当于现在的化妆箱啦。是，妈祖本身是女性啊，那爱美嘛，也是这个这个是神啊一样，人也一样啊，爱美所以有这个保有一个这个化妆箱随身携带。那我可以小小请求，就是也请我们神尊有这个跟我们神尊请示一下，如果可以的话，让我们观众朋友也可以了解一下，说我们这个黑盒子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东西，让我们大家一探究竟。
化妆品啊、装饰品，里面有一些粉扑啦，然后有它的珍珠项链，对，然后有一些我们在化妆用的一些用品，对，稍微看一下，这是粉扑，这个粉扑啦，这个也是粉扑，珍珠项链，珍珠项链，哇，它是口红之类的吧。真的都是我们会用到口红，跟我们人一样，对，跟现在的那个小姐一样啦。爱美的，哇，今天真的非常特别，有这样的荣幸，可以一窥究竟我们这个妈祖娘娘她的那个粉扑盒，她的化妆品到底有哪一些？哇，真的非常不容易。跟我们那个小姐一样，那个谢谢妈祖娘娘，太谢谢天上圣母，人要衣装，佛要金装，这样的概念。好，谢谢妈祖娘娘，谢谢妈祖娘娘。这一盏灯的话是我们的，对，刚刚没有发现这个东西。哇，这个很大一个哎。对啊，这个是我们一般就是宫庙看到的那种香油灯，要添那个油的那个煤油，但它好像又不太一样，就看起来好像是 LED 还是省电灯泡？对。为什么有这样的用意？就假如用那个油灯的话呢，这个比较危险啦。就是现在嘛。时代也进步了哈，对，就用比较那个啦，现代化的安全性比较足一点，提高安全，提高那个安全。对，因为香油的话，它毕竟有火又有油，那如果发生助熔的话，也比较不好。对，那所以我们就是改成用 LED 灯泡的部分，这样与时俱进。对，真的。其实我们在宗教传统文化里面，很多虽然我们是要传承过去的一些传统，可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些新潮的一些变化，让不管是年轻人，或是不管是我们老一辈人，他们透过新的一些方式来传承这样的宗教文化。而且我看到这个环境里头也有2尊比较特别不同的神像，是不是董事长跟我们介绍一下这2尊神像？看起来好像是门神，对不对？很像门神。这是尉迟恭，那边是金叔宝，是。这2尊有特别的说，它是要放在这边正殿呢，还是我看起来它应该是会在绕境的场合里面会出现？有，这个每年这个我们主神飞天大圣主神是出绕境的时候呢，他2尊会出动，就那个特别时刻才会出现。所以我们1年只出去1次这样子。对。哦。哇，那这也是我们那个广照宫的一个特色之一呢。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说它大概有多少年份的这样的历史？从我们建宫以来就有那个那也很久了耶。所以其实它也是传承了我们南加纳万华地区很重要的飞天大圣对我们这个地区里面的一个精神信仰的一个传承跟文化的一些永续。那真的广照宫有很多的特色，像我们108盏的木雕艺术，然后还有我们的玉子是上下互相呼应的，没错。对，那有了健康，那有了智慧，又有了财运，都是我们现代人所希望、所追求的。我们面面俱到，然后保护大家的平安、健康，出入也很平安，在交通上面不会有任何问题产生。然后在工作上面也可以很顺利，在财运上面也可以很有很多的发展，很有推展，赚很多钱进来。对，然后也可以把这个身心灵都安排得很好。到我们的这个庙里来走一走，上香的话，我都可以这个。一次要什么？一次都请求完，一次到位。好，那今天非常谢谢董事长给我们介绍那么多。好，感谢董事长，谢谢董事长，谢谢。我们体验了一整天的这个绕境活动，其实我觉得蛮深刻的感触，就是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个在地的人。公庙、里长、议员、立委们，对，哇，他们是把那个心是完全放在我们万华地方上，然后把这个宗教文化的传承给，是他们同一天做同一件事情，就是为了要传承这个文化。对，我觉得这个南加纳这一个地区的那个团结的力量，让我真的有点吓到。宗教文化，你要让它永续这2个字，就是永远。存续下去，永远流传下去，就必须要经过我们这些年轻人，他们愿意去参与，愿意去理解说每一个宗教文化里面的内涵，
内涵很重要，因为我们其实台湾在地有很多不同的宫庙、不同的文化特色，都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像我们这样子去体验这样在地绕境的文化，对，去感受说它每一个里面的细节在哪里。所以其实下来是很感动的，对于说我们每一个人在做同一件事情，这种感动的力量是，发现说有那么多人愿意为了一件事情去努力，是大家应该要去可以透过理解，然后认识它，然后了解它，进而去体验它，甚至去做这件事情。团结一心，然后让我们的男女老少只要身体力行就可以一同参与，这真的很棒。是，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喽。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但是别忘了在我们底下留言，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会透过节目镜头带大家一起去探索。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拜拜。拜拜。